嗯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。问一下大家啊，大家都有工作吗？有。我也有。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，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。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。你们再不笑，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。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，好可爱啊！说实话，很纠结。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。这个世界谁懂啊？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。我可是个山东人。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，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。我说其实吧，他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就是热爱舞台。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，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。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？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。全国说脱口秀的，谁能说得过我呀？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，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。幸亏离家远呀，村里人不知道啊。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，我不说，没人知道。老板照顾我，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。他还很贴心的问我，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？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？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。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，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。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。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。家人们呢？我1分钟才打8个字，我1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。别说回了，我看我都看不过来，我气得那个直哆嗦，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。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，我骂不过，我还能往地上一躺。我就问他服不服。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，第1天50人，第2天100，第3天200，是我的血压。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，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。还有我们村头好。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？老板说接电话。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？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，说我态度不好。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？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。喂，谁啊？老板说大姐呀，你要用夹子音，你要说喂，你好。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？我说喂，你好。对方说我要买票，我说喂，你好。
又把我投诉了，说我恶心。老板说：“大姐呀，你继续说下一句啊。”我说：“老板，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。”啊，大城市太难混了。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，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。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，回到村里种地吧，老年。直到有一天啊，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我拿起手机来就说：“喂，你好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，说：“哎，这是房主任电话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是我。”我朋友说：“俺娘嘞，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懂，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。”我朋友说：“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就是接电话，回消息。”我朋友说：“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？”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，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。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，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。我说：“啊，不少挣，一个月2、3万，你来不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”那一刻啊，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。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，我女儿说：“妈，你到底在哪呢？全村的人都在传，你进了诈骗组织了，你快回来吧。”我说：“闺女啊，现在吧，妈妈走的有点远，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。之前吧，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。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，在他挺不住的时候，都会想再拼一把，来都来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谢谢房主任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感谢房主任。哎呀，还是很精彩啊！天真姐一直特别喜欢房主任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房主任这个人本身他就很激励我。我前几天跟房主任录了播客，然后跟他还有小红导演对谈了一下，我们聊了一下女性的成长的故事。然后我还把房主任的卡段发给了我们前2天在瑞士碰见杨紫琼，我发给他看，因为他是那个联合国的性别平等的亲善大使，他看了以后也很感动。所以我觉得你的故事不仅仅应该被全中国的人看见，我更希望被全世界更多人看见你的故事。但是我更尊敬你的就是可以去真正的发展你的故事线，去挑选了不同的内容，而不是再讲你已经被大家看见那个部分。我知道这是肯定是你经过权衡的一个选择，所以我觉得很厉害，非常喜欢。其实也不是了，这里面有原来一部分做客服是原来稿件里的嘛，就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东西你再改，对于我这个岁数来说就是一大坎儿。就是这些天我就背的呀，血压干的哭往上冒，我就差点嘎在这个爱奇艺。哎呀妈呀，要不给您搬个凳子，咱坐这儿聊，怪吓唬人的。也没不是。但我觉得今天也挺见功夫的，因为前2轮房主任的内容，我觉得不能说沉重，但是非常非常的厚重，因为几乎是他可能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事情、最重要的那些人和最重要的选择。今天就是这就是每个单口演员可能都会去尝试的一个话题，工作、职场遇到的那些人、周围的事儿，这个就是更厉害，让我觉得。说实话，房主任这大姐
走上台，我觉得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，或者是像一个特别熟悉的邻居一样。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您的这个视频，我觉得没有今天松弛。而且岳哥上来就拍在了一个格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为什么拍？我台上也老打嗝。他们都说吃完饭不能上台，我喜欢在上台前吃点东西。是，我岳哥确实打嗝是得拍拍，确实得拍拍。拍嗝啊！其实我跟小岳岳还蛮相像的，我们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没错，然后我们都是初中辍学啊，就是没有，所有人都知道那种初中辍学。然后我们都是遇到了一个贵人，然后给我们改变了命运的齿轮啊。然后我跟你最相像的是啊，有一次我在演出演凉了，然后观众就在下面喊我赶我下去，说下去吧，都花钱来的。就那一刻我是麻的，但是我的同事安慰我说：“房大姐，你一定能成角，你一定能红。”因为岳云鹏曾经也被观众赶下台。那我替姐问一句，是有这么回事哈？我第一次跟我师傅出来商演，前2天呢，我没怎么上台，到第3天，我师傅说：“那咱换一换内容，就把我。”换上去了，我有机会在台上演出了。我跟另外2位，高峰、栾云平，怎么了？我说出来了。我们3个说了一段群口，说着那段内容确实不怎么好。观众呢就因为是加演嘛，加场嘛，观众希望就是看到郭老师多出现在舞台上，然后我们就被观众轰下了。那场1万多人一块喊下去吧，下去吧，非常齐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然后我们在台上都懵了，那2位呢，比我可能稍微有点舞台经验，他俩鞠躬下去了，就把我搁那儿了。自信被打掉很大一块啊！哈。对，然后就想回老家种地，就觉得种地也种不明白，不行再坚持坚持吧，就坚持了。后来有机会走上了春晚，姐姐有机会咱一块儿，我相信咱们有机会走上更高的舞台。我可能上春晚可能上不去了啊，因为每次都我能上第2季的喜剧之王，我就很感谢。一定有机会，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，肯定有的。王大姐可以的。谢谢。我觉得就是说，您本来就是一个这么活泼的人，我说您就其实像那个。赵丽蓉老师，赵老师吧，哎，对，赵老师在舞台上，他的那人物，他那个小老太太那劲儿，他其实也坏，但他坏得特别让人可爱。我觉得您就特别有这种潜力，但是我说什么潜力不潜力的，我说反正我希望以后能多看到您在台上使坏，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。谢谢。其实我跟郭麒麟也很有又有缘了。是，不是您说都差不多，初中退学，完了有贵人扶持。没必要再说一遍。险些让观众轰下来，我也差点轰下来，没事，这都正常，演这么些年还不让观众轰下来。是。我觉得房主任是会让我想念的，房主任我很想你，就是看完你讲，我又想听你讲，很期待你讲。我也很想你哦。这就不用了，姐姐，这是。里面有好多我可以共情的地方，不是夹子音而已，是我觉得其实年纪上确实我们体力也没有年轻人好，有很多的苦我们不一定吃，但有时候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就是要努力，因为那是为了我们想去的地方。所以谢谢你一直打破我们好多的传统的观念，我觉得房主任你就是走出了自己一条属于房主任独特的路。谢。非常开心。其实现场的观众不知道啊，我只比侯佩岑大3岁。是的，她像我的女儿。没有。您像25。你这说这假话肚子疼啊！过分了是吧？你也在造谣，你现在你也在。我就是村里造谣那个人。但跟那会儿房主任讲的时候，我自己听的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，都说大城市年轻人吃不了苦，大城市老年人也吃不了苦。是的。然后我就那一刻我就发现，其实我们在舞台上经常
给演员很多标签，这个是外卖员，这个是年长一些的，然后这个又是什么，那个又是什么。其实发现到了台上，明明就只有演员跟观众两种人。那个句话一出来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所有人都是站在一起的，因为我们当然能理解他，他也发现他也能理解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一起的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谢谢房主任的表演，谢谢，谢谢。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，请房主任先到等待区休息。多么母慈子孝的一幕啊！下一轮还是我妈呢，怎么变于秋雨妈了？姐快坐下歇会儿。那我们就接着演出下一位演员。上一场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特别独特的经历，说他被骗了44000块。我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看不懂的事儿应该特别多，这次不知道是哪些事儿了。掌声有请岳明。今天又被骗了啊！被房主任骗了。他天天都有在后面哭，说我没有稿子，我没有稿子。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，啊，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？应该是我。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，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，谢谢。啊，讲讲我啊！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。我说我能量低，不是我说我内向，就是我很容易累。特别容易累，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，演出5分钟，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，下台嘎巴就躺了。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，我妈能量超级高，她精力超级充沛，我俩完全不一样，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。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，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。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，我完全不懂她，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，跟她的工作有关系。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，她有一个偶像，叫李云龙。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。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，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，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。他说：“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去给我找工具，哪怕去偷、去抢，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。”这就是我的妈妈，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。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，特别喜欢搞氛围。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，一大桌子菜，一家子人做好了，她不吃。他拿起一杯酒，说：“来，我提一杯。”然后对着我姥姥说：“妈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这杯酒我敬你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？啊，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，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呢？我要。”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，他又指挥别人敬酒，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。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，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。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嘛。我姥80了。我说再这么敬下去，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。北海北海有老墓碑，起低了。我喜欢。有人喝了，我就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别敬了，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。”我妈说：“能不难看吗？你还没给姥敬酒呢。”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，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。让我在年夜饭饭桌上表演节目。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，长大了也表演。我说实话，朋友们，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、50岁，我学幼师的。我给他们演什么？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。
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。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。去年生病住院了，我陪她去住院，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，我妈满面红光，跟隔壁搜手。医生进来都懵了，跟我妈说：“你长点心吧，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！”而且没住2天，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。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，那3步一招手，5步一回头，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的。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，哇！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，后来我发现，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。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：“哎，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，我是德云社的烧饼。”我知道这段脏，但是我喜欢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，他们直接都不叫我，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：“演一个，大方的演一个。”我说：“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！”荒谬！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？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，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，就放刚才那一段。就放这一段，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，这些我都能理解。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，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，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，我无法理喻。就人家有家属，有主治医生，她在那儿指挥人家，说你抬头，你抬脚，你扶腰，放这个床上，别动啊！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，我非常生气，我对着我妈。漂亮！我说妈，你也是个病人，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。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，你不累吗？我妈说，你天天说脱口秀，跑这儿跑那的，也赚不了什么钱，你不累吗？我说妈妈，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。我发现啊，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，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，就是安静一点，有助于她的恢复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，整个病房欢声笑语。虽然我还是不懂她，但是我决定尊重她，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大家，我好，是岳明。谢谢岳明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。请锁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没想到第3期了，我还是会被烧饼逗笑。你们先问岳哥吧，这像吗？不要太像。你困惑吗，妹子？啊？你困惑吗？你难过吗？因为我说实话，就是最开始还挺难过的，后来靠这个赚钱了之后就发大财。还好吧，还好吧。我先跟你讲讲他为什么叫烧饼，他因为他小时候满脸雀斑。我知道的，我是6岁就开始听相声，是吧？对，然后我是德云社的老粉儿。哦。我说实话，我第一天见到大林，我其实特别激动，但是还有那个九龙，还有小菊，我其实都很喜欢他们。我见到你们，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爸还有我都是很喜欢你们的，追了10几年。谢谢。而且我说脱口秀跟相声，关系特别大，就是因为小时候喜欢听这个，然后因为也进不了德云社，然后就进得了，你能刷门进，你能刷脸进去。这类型的只能有一个，我们这是。他们有了，我就不要我这款了。回去你跟你爸说说，咱们招进来得了。行，我觉得挺好啊。跟烧饼一场啊，把曹伟阳给剃掉，让他跟烧饼一场，多哏儿啊，太可乐了。我推荐你当我们封箱的时候，今年年底封箱来一个特别节目。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呦，回去我跟我们领导说说啊，
让你跟烧饼就是正经演一个，我特别期待，特别期待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月明就很像一个卡通，就是就是很可爱的那种样子。然后他是比如说，你看他演完之后，观众赞美他，他就会在台上哈哈哈大笑，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状态。因为有的人可能观众喜欢他，你像于小雨，他就会不好意思。他是这不好意思啊。然后，但是你就会看见他，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享受舞台。他就是充分演绎了享受舞台这件事情。因为我真的很爱这个舞台。看得出来，你一点没藏着。这两步太可爱了。这两步我只在哔了哔了里见过，真的是。那我觉得月明就是一个很浑然天成的，就是我，比如说我看到他刚刚有很多即兴的东西，就是我会觉得在讲这个表演的过程中，好像就在他的血液里，不是好像他写了一个文本，特别要来跟你讲什么，就会觉得我们很在聊天一样，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给予我很多。然后他今天有特别讲到，就是能量高的人，我很能够体会，因为我在我的儿子旁边，也就是能量很高的那种。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你不累吗？你小声一点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觉得我曾经站在舞台上过，我很需要别人帮我大叫。所以现在我想要为你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你尖叫。我们一起好不好？1、2、3，月明。我想问一下，以前接房大姐的人都被淘汰了是吗？对，房大姐都找人了，给淘汰了，给他们。所以说，那个妹子，你接房大姐是有压力的是吧？肯定有呀，因为她的阅历，她的什么是我们比不了的。所以而且我讲的事情吧，就比较轻松，可能也没有那么厚重，所以就感觉有点打怵。但是我觉得，站在这个台上就应该为这个舞台负责，也许只有这种轻快的，能把那些厚重的接得稳稳的，是不是？谢谢庞博老师。我看月明站台上老跟他脚底下有一个跳舞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老这个。烧饼也这样。然后就是，首先声明我没去过啊，但是呢，我听月明讲的就特别像误入女生宿舍。就是他呱唧一推门回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啊，我跟你说怎么样，然后怎么讲了这么一段。确实我在我们宿舍是负责这个部门的。对，你跟房主任是一个工作，其实。房主任在宿舍门口，你在宿舍里头。谢谢月明，谢谢月明，很精彩的表演，也是拿到气氛组的满票，请先前往等待区休息。特别棒，那我们继续演出，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是一位自由职业者，所以咱们今天一直在问这个世界谁懂啊？他有好多时间思考。我们欢迎大老王。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。我最近忙，最近在卖一个走步机。为什么卖呢？因为是我买的，我有商品的支配权。什么是走步机？就是一个运动器械，就是跟跑步机差不多。跑步机的最高配速12，走步机最高配速6，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跑步机老了，你懂吗？就是你也可以叫它跑不起来机。我这个身高体重在这个上面其实很难走起来啊，只能看起来很欢快。很冷门的一个产品，历史上我没见什么人用过，只见过一个人用过，就是春晚上的黄渤。80平米的小窝，还有温柔的好老婆。这就是我现在风格。观众说我吃毒蘑菇。买是因为它可以边工作边运动，朋友们。我不喜欢工作，我也不喜欢运动，所以它可以一起做，你知道吗？效率很高。工作时间用来运动，运动时间用来工作，你的1个小时就变成2个小时，1天就变成2天，24小时就变成48小时。所以我今年32，其实我已经64了。
还有1年退休。不，其实是半年。抱歉，这一些精妙的逻辑推演。边工作边运动，你们不兴奋吗？啊，那边工作边运动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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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工作边运动，边工作边运动呢？这走步机的6种倍速，然后。这就是在走步机上写出来的段子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快跑，然后想买走步机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，我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但我能力跟不上，因为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定计划，定完计划就困了，然后在计划里补上回笼觉。有时候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写啥就完成不了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什么是土度 list？ 这不是一个土咚的 list 吗？我其实觉得做计划就是一次理想中的自己跟现实的自己的对话了。理想中的我杀伐果断，现实中的我主要在沙发里吃饭。很怕别人问我工作进展，所以有时候楼下大爷会跟我打招呼，问我吃了吗 ？check 我进度。所以有本能反应想告诉他，这个不是我负责的。我是不太相信那些能把这些计划每一个都完美执行的人，比如自律博主那种，睡够8小时一天，工作8小时，阅读4小时，然后冥想2小时。我说啊，你阅读的时候不是冥想过了吗？我真的很爱看自律博主，我是那种会早起看自律博主的人。那种早晨起来6点就看他们忙活，瑜伽、阅读、冥想、榨蔬菜汁儿，然后上课迟到了。迟到的时候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我说你这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还就是计划的赶不上？每天其实完不成计划会很自责，你知道吗？但一想，其实大家许愿实现不了的话，其实是不会责备自己的。所以我现在是以许愿的心态定计划。性难愿一生吃素，只为能完成土度。我现在会把我的土度烧给雍和宫，去雍和宫求签，神仙也会很疑惑，说你求的是什么问题啊？土度 ，Oh not to do。怎么现在我这个工作还得普度众生？我说我疯了，你不相信我？现在真实情况就是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刷短视频，10几个小时在短视频上面。就现在我感觉我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呀越来越长，就感觉我这个手机买的真值。社会上发生什么充耳不闻，你知道吗？短视频流行什么如数家珍。有人跟我说这是信息茧房，我说茧房怎么茧房多舒服啊，那可是真丝的。但是我会想，你说我刷了这么多某音，我就在想，你说我是一个每天10几个小时这种优秀的某音用户，为什么我面试过不了字节跳动？我连走步机都是在某音上买的，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用户啊？所以某音就是我吃的毒蘑菇。所以这个世界谁懂？某音懂。你都不懂你自己，某音懂。别的软件还在猜你喜欢，某音早不猜你，某音早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。随便推点什么你都会喜欢的，真的。我现在个人经验是这样，我现在经常通过某音了解我自己，我在利用它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哦，原来我是这种人。一个肮脏、龌龊、下流、好吃、懒做的一个想进步的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老王。谢谢大老王的表演。我再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大老王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是真的疯了吗？陆姐知道这是我的真实状态。对，他开放麦的时候就是这种比较天马行空的状态，非常好。
今天状态确实是，我觉得在舞台上是越来越好了。就从上一次开始，我觉得您跟之前在舞台上也都不太一样了。但我只是觉得这次好像就是单纯从意义上来讲，没有上回那个好玩似的。可能也因为我也曾经拥有过一台走步机，所以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有人买呀！我觉得，哎，真不是我买的，别人送我的。关键这玩意儿它真占地儿啊，而且是非常占地。这个走步机，因为它没有那个扶手拉不了衣服，拉不了衣服现在，衣服我们可以买衣裳架子，对不对？它很危险，因为它真的就是一条履带，你在上面走，有的时候。你不是，就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你同时去干别的事儿，我老得低头看着他。我要不看着他，看着别的，我这就容易就来掉凳儿摔跤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特别不实用，非常的不实用啊。然后我一听，我怎么还有人跟我一样？今天这位兄弟，你觉得是你最好的状态吗？还是？我觉得相对放松。放松是放松，但我觉得肯定有非常多改的空间。对，但是见着岳老师就已经非常开心了。谢谢。因为我妈是您的粉丝。哎呦我去，刚才没拍。哎呦坏了。我妈是16年开始关注您微博还没有100万粉丝的时候，她就我妈给我打电话不说别的，第一件事告诉我岳老师涨了多少粉，现在是2800万，好像是。谢谢妈妈，谢谢。就是有时候我是觉得我都没有办法陪伴我妈，然后但是我妈其实她告诉我，她每天都是听着您的声音睡觉。哎呦，谢谢。那既然这样，哥哥给你一个小建议，我觉得刚才我以为要给一张票带着妈妈去看呢。那倒不是。你是生活在北京吗？我生活在北京，对，但我妈在内蒙。妈妈在内蒙。嗯。我7月26、27演唱会，我请妈妈来。不白来，都不白来，不白来，谢谢岳老师，吃着喝着咱都拿走，谢谢岳老师，谢谢岳老师。看出我哥这票真不好卖，我算是看出来了。你这是逮谁送谁呀，知道吧？咱能挣钱吗，老师？我们能自己买。不用。我想跟你刚才那个段子一个小建议，前面是走步机和后边那个某音，我觉得有点割裂，就是没怎么挨得上。下次咱们就是给他弄得再紧凑，或者是弄得再好玩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哥哥的一个小建议啊。好，行。请妈妈看演唱会。好，行。但是中间走步机那个6种配速那个段子真挺神的，我记得佩岑姐也是拍在那儿是吧？对，我就是按在那里。听完大老王今天的表演，我就没想到我跟你有这么多共同点啊！我也不爱运动，然后我也很爱看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世界都会被这些视频控制住。我不爱运动，我就喜欢看人家运动；我不会煮饭，我就看人家煮饭。然后我们就会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是别人在帮我们过，好像要过成那样才是有在生活。就是我觉得挺无力的，但你又离不开这个东西。因为我的喜剧理念跟很多人不一样，很多人喜剧里面要很爽，要复仇。我的喜剧理念就是我一定得输。我是认为它是有意思的，拿出来聊。我的感受是这样的，就是大老王，我觉得你刚讲那一段让我理解了一下，你在塑造一个脱口秀里的形象，那个形象就是好像一直要去完成点什么，然后最后都啥也没完成的一个形象。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？是就是你把这个人物冲突，把你对这个世界的拆解都放在你要去完成和你完成不了这个事情上。比如上一场我觉得讲那个景德镇的那个段子就讲得很好，因为那个感受我觉得会更容易被那个大家共鸣一点。今天这个感受我就会觉得有点窄，就有点像穿越那个很曲里拐弯的那个门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你得是一条汹涌的河，才可能冲得过那些曲曲盘旋的路，所以就是那个背后那个话题要大，共情的情绪要广，可能你才用这个方式走得通，要不然可能会被堵上。这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？我理解您的意思。这是我的一些感受。走步机的用户还是太少了哈。啊，天真，会不会是因为你很热爱工作，然后你也爱运动，所以你没有什么共鸣？我倒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，他种草了走步机。但是我不会，不是，但我确实不会想一边工作一边运动。其实本质是逃避。本质是逃避问题，才会想用这种方式骗自己。因为他这个风格我觉得很特别，然后我还是很希望他这个风格可以被保持，可以被发扬光大。我懂，我完全理解田津老师的用意。对，感谢田津老师。对，
没，我觉得就是跟他现在状态很像的，就是他段子里的说的事儿跟他现在状态就是一样，他就是脑子想很多，但是他不太会去做。就每次我看见王哥就像是一个长跑比赛，完了所有人都跟那儿准备，然后他就来这儿躺一会儿，然后走了，然后你就是死一会儿，但是他每一次就是说特别就死的特别深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觉得他这个特别好，但是他可能今天没死那么深，又不是好话，夸一夸快。对，内容深度还可以，谢谢。能量密度特别高，感受到你对艺术的追求。这个舞台自己的大老师，行了吗？这是。特别棒，王哥。哎呀，挺好，谢谢大老王的表演。